各位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更新视频。本周 Minecraft 又更新了2个新的快照 ，Java 版 25W44A 和基岩版 1.21.130.24 的版本，主要是加入了群棋纷争小更新的更多内容。那么本次直接开始本期正片吧。首先在这2个版本中加入了2个新的生物，蛟骸和骆驼尸壳。其中蛟骸是继爪骸之后加入的另一个新骷髅变种。蛟骸会在沙漠生物群系中亮度为0的地方代替部分骷髅来自然生成。但是和尸壳一样，不会在阳光下被燃烧。蛟骸会发射出虚弱之箭，来对玩家或生物施加30秒的虚弱效果。从生物方面来看，和爪骸类似，但是射箭的频率比普通骷髅慢；和尸壳类似，但是不会在洞穴中生成。注意，部分怪物在每年的10月31日生成时，会有22.5%的概率带着雕刻南瓜，有2.5%的概率带着南瓜灯，但雕刻南瓜或南瓜灯不会在死亡之后掉落。骆驼尸壳是一种新的亡灵生物。会在沙漠生物群系中亮度为0的地方生成，并且不会在阳光下被燃烧。尸壳和蛟骸都能够骑乘骆驼尸壳，只有在乘客对玩家敌对时才会对玩家敌对，不过会和其他敌对生物一样自然消失，但被玩家骑乘时不会消失。可以用兔子脚对骆驼尸壳吸引和喂食，但是无法繁殖。成年骆驼尸壳可装备鞍，装备后玩家可以骑乘，骑乘时的行为和普通骆驼基本一致。现在马、骡、驴、骆驼和僵尸马被玩家在水里骑乘时不再会下沉。突进魔咒现在只会额外消耗毛的1点耐久度，并且会像疾跑和跳跃那样消耗玩家的饱和度和饥饿值，也减少了突进消耗的饥饿值和饱和度。接下来是 Java 版快照内容的更改，鹦鹉现在可以模仿僵尸鹦鹉螺、僵尸马、蛟骸和骆驼尸壳的声音。鹦鹉螺和僵尸鹦鹉螺现在会在被任何生物激怒时攻击该生物，而不仅仅是玩家。蝙蝠现在在每年的10月20日至11月3日期间不再会更频繁的生成，也不会在亮度等级大于3和小于等于6的地方生成。现在骑乘在骆驼尸壳上的尸壳被杀死时会掉落0到1个兔子脚。下界迷雾现在不再随渲染距离变化，会始终在10到96个方块之间渲染。在视频设置中加入了各项异性过滤选项，提升了观察方块时的视觉效果。默认只取决于设备的配置，如果硬件过老就不会有这个选项。这个选项还会显著影响使用的显卡内存，特别是使用高 MAPE Map 级别时。区块的渲染现在可以有淡入效果，而不是突然出现，并且淡入时间现在也可以通过视频设置调整。现在语言设置，单一生物群系和资源包设置的上方会有一个搜索框，可以方便的找到你想要的内容。接下来是基岩版内容的更改，矛现在会算上持有者的基础攻击伤害，并且更改了下界合金矛的纹理以匹配 Java 版特性，同时也略微增加了使用矛攻击后的冷却时间，以匹配 Java 版，并能够更容易的触发突进魔咒。以上为矛的冷却时间变化，感兴趣的可以暂停观看。现在鹦鹉螺和僵尸鹦鹉螺冲撞攻击的冷却时间由原来的2秒增加至4秒，并且冲撞速度由10格每秒增加至14格每秒。攻击力由5到10点生命值降低至3生命值。僵尸鹦鹉螺的所有音效的音频分类现在由敌对生物更改为友好生物，也会和普通鹦鹉螺一样，偶尔会主动攻击附近的河豚，还会在被激怒时攻击激怒它的生物。装备鹦鹉螺铠时也不再会在阳光下着火。僵尸马现在会在雪原中生成，同时也会避开阳光。现在相机视角过于靠近或穿过玩家时，玩家也会像其他生物一样变得半透明。这个特性可以在辅助功能设置中开启玩家和生物淡出选项实现这个特性，这是开启和关闭淡出选项时做出的对比，可以看出明显的区别。加入了 RUI 版本的视频设置，基本上已经完善了许多，但是目前还没有正式实装，只能通过修改文件的方式才可以看到。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喜欢本期视频，请不要忘了3连关注支持一下，制作不易。下期视频再见。基岩版刚刚发布了 1.21.130.25 的热修复版本，修复了 Windows 平台的输入法无法使用的问题，现在中文文本可以正常输入。Java 版将在本次小更新发布后的下个快照开始删除混淆代码，这样可以更方便的为模组开发者创作模组。基岩版的尸壳和蛟骸会在骆驼尸壳近距离时立即骑乘，并且在有任何方块格挡时也会直接穿过去骑乘，此 bug 已被反馈。